虽然我放了预警，不过前面并没有可怕的东西，主要就是如果风格不合的话，就不用浪费时间了。所以我只会简单介绍一下我叙事的方法。第一点就是废话可能会有点多，因为我是直接讲，没有写文字稿，但是我有上时间轴在资讯栏里面，所以如果对某个段落没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按时间点跳过。然后再来就是我没有上字幕，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实在没有时间。语速的话也请听众自己调整，因为没有字幕，如果再快可能就不太清楚。我是建议听众，如果你对这个主题真的有兴趣，这个影片可以留到有空再听，因为我大部分的影片都是我的心得，我只是打的写下来，所以直接用录的。然后这篇主要应该是给女生听的，因为我自己是女的嘛，男生有来听应该也是可以，但是母猪战士你要酸的话，尽量不要使用违法的字眼。台女不意外这种我可以接受，因为台女毕竟是一个中性的词汇，但是像母猪或是破麻这种，可能一般人听了也不舒服的字眼，就尽量不要讲，因为我很缺钱。那虽然这个应该是给女生看的，但是因为我也没有研究正统的女权，所以如果很期待政治正确的，就不要订阅我，因为我三观很歪，跟我的长相一样歪。我觉得会点进来的人应该是知道断尾狐狸是什么，但是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故事，所以为了那些是误点进来的人，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它是什么。那如果我要讲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故事，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了。那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也可以资讯栏就是直接点下一段的那个时间，跳过这一段。我自己是最近才知道这个名词的啊，因为我觉得它的出处还蛮有意思，所以就去查了一下。我这里要讲的断尾狐狸是现在台湾网络上那些有处女情节的男生在骂已经不是处女的女生用的一个名词，用法跟骂女生母猪有一点类似。至于为什么要说不是处女的女生是断尾狐狸，它是来自一个伊索寓言的故事，也是那些有处女情节的男生借由这个故事，在表那些不是处女，但是在网络上反击他们的女生用的。这个小故事就是在说，有一只狐狸，它因为某一天因故尾巴断掉。当它回到它的狐狸村的时候，发现其他的狐狸很歧视它，因为动物的尾巴就是会影响行走跳跃的平衡嘛，然后可能晚上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拿来保暖，所以失去尾巴可能一生都毁了。那他为了不要让其他的狐狸歧视他，所以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大肆宣扬说，其实没有尾巴的好处很多，然后鼓吹其他的狐狸跟他一起断尾。这个故事的含义应该是在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有很多人去劝你做一件事，不是为了你好，是为了他自己好。所以那些处女情节的男生，就是把这只断尾巴的狐狸比喻成那些不是处女的女人，然后把她的尾巴比喻成那些女人的贞操，觉得说那些女生因为自己的贞操没有了，所以就反对处女情节，因为他们觉得处女情节会让自己的身价下跌，这样。就现在网络文章上面这个词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用啦。进入正题，我要开始讲断尾狐狸用来骂人
这件事到底算不算成立？那因为我智商不够，所以我做了一张图，要不然我觉得我讲不是很清楚。而且我觉得这个错误有一点巧妙，当初我听到的时候是觉得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但是一时也找不出到底哪里错。我现在整个想过一遍的结论就是，它其实有部分是对的，但有部分是错的。可是你如果要一个类比完全成立的话，就是应该每个细节都要完全符合，要不然这种有一点点残缺的逻辑，很容易被人家骂，就是偷换概念。这张图会讲2次，第一次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我来看那些处女战士的逻辑到底顺不顺。第二次是如果用他们的逻辑故事，其实应该改一下。白色的字就是那个故事，如果你把它切成6段的，每一段分别的剧情是什么？那个红色的圈叉是，我觉得这一段的剧情对应到他们想要比喻的东西到底合不合理？圈就是合理，叉是不合理，问号就是我不确定。不是一开始就是狐狸出场吗？那些处女战士觉得狐狸等于女人，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比喻，所以就没有合不合理，就先接受，所以这个是圈。第二是狐狸失去尾巴，因为这个是故事剧情，所以也是圈，就没有合不合理。然后第3点是尾巴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尾巴等于女人的贞操。这个地方就是主要男女出现分歧的地方，因为那些愿意在婚前发生关系的女生，她们应该就是接受女性主义讲的那个观点，就是说贞操并不是女人的全部，然后女性有身体自主权这一类的论点。所以对他们来说，尾巴等于贞操这个比喻词就不成立，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贞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所以第3点我是给一个叉。然后第4点是狐狸回到狐狸村之后被同伴嘲笑，因为这个故事里面第1点，他们是假设狐狸等于女人，所以狐狸的同伴必然也是女人啊。那今天一只狐狸失去尾巴，尾巴等于贞操，所以狐狸同伴应该是处女，就是没有失去贞操的女人。可是嘲笑那只作为狐狸的人其实是处女战士，而不是其他是处女的女人，所以这一点其实比喻上也不成立，所以我给叉。第5点是这一只狐狸它很自卑，因为我没有读仙术，我不知道那些跟处女战士论战的非处女，或是说，其实我也不确定人家是非处女，因为处女其实也有可能讨厌处女情节，所以这个我就真的给问号，我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或许有一些女人是真的很自卑，所以才跟他们战，这个就不知道。然后第6点是狐狸劝别人也跟他一样段位，这个很明显也是差，因为那些女网友站的对象是有处女情节的男网友，而不是还是处女的女人。然后我也没有看到他们鼓吹处女去搞一夜情、多人运动，或者是随便发生性关系。他们主要的要求应该是，他们在批评那些处女战士应该要放弃处女情节，觉得说他们歧视女人。那看完这整个故事之后，其实就只有第一个类比，就是狐狸等于女人，这个是成立的。可是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要把这个故事拉进来，你本来就会有角色代入啊。然后第二个圈是狐狸失去尾巴，这个不会是剧情吗？那之后发生的情节，其实我是找不到角色可以去带入那个比喻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拿这个故事来比喻那些不是处女的女生有点奇怪，因为这样比喻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那些女人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第二个重点是那些女人劝别的女人也失去那样东西。可是第一个，她们就已经不觉得贞操很宝贵，所以才发生性行为的。第二，他们也没有劝别的女人去发生性行为啊，他们是劝处女战士放弃处女情节。所以我不知道，我是觉得看起来有点似是而非啦，但可能我智商不高吧。然后这个故事我讲第二遍，第二遍就是用处女战士的观点来看。那1、2也是对，因为1、2就是中性的，没有什么需要去验证的地方。然后3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圈，因为他们觉得贞操确实很重要。可是来到4的时候，又会觉得有点怪，因为我刚才有讲过，就是同伴应该是女人，那些处女战士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并没有出现，因为这故事里面出现的从头到尾就只有狐狸跟狐狸的同类，而那些处女战士很明显不是非处女的同伴呢。虽然他们有嘲笑他是没有错，然后第5点依然是问号，因为事实上就是我们大家都不会通灵嘛，所以狐狸到底自不自卑，没有人知道。然后第6点，如果要用就是那些处女战士的角度来看，就是狐狸在劝处女战士放弃处女情节，所以狐狸并不是劝别人断尾，而是劝别人放弃有尾巴才是好狐狸的这个观念。你叫别人不要用某一种观念去判断你，跟你要求别人也做到那种观念其实不一样啊。如果要符合这些处女战士的逻辑的话，这故事应该要改写一下，就是狐狸的女人这个没有错，然后狐狸失去了尾巴之后呢，他没有回去找他的同伴，因为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处女这个角色。那这个狐狸走到一半，他遇到一只兔子，就姑且这只兔子当做处女战士的角色。然后呢，兔子就跟狐狸说：“你没有尾巴，所以你是一只很丑的狐狸，你毫无价值。”然后狐狸不爽兔子这样说他，所以他就跟兔子说：“不不不，你不能用有没有尾巴来判断你这是狐狸的价值，因为我们狐狸的价值是在于智慧跟内涵，这样比较合理吧？角色跟剧情比较对得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比喻算是一个谎话。但是如果女人因为这个结论或是这个称呼不爽，你会让它变成一个真话，主要是在第3点，因为我们觉得贞操没有像尾巴那么重要的话，这个骂人的字就不成立。因为失去尾巴狐你可能会活不下去，可是失去贞操其实外表看不出来，而且生活上大部分也都没有影响啊。但是你如果不准人家讲这个字的话，不就等于你觉得第3点是对的吗？我想要澄清一下，就是今天你觉得这个比喻对不对？我没有意见。你要觉得人家不能说断尾狐狸就是非处女，我也没有意见。我个人对于要不要婚前性行为这件事情，算是采比较开放的态度。我觉得延后发生性行为的时间，确实可以看出一个人对你是不是真心。但是如果你已经很相信他的人品、言论及婚嫁的话，然后又加上如果2个人都是比较重视这一块的话，先试试看，好像也没有关系，因为后半生你们可能会很常做这件事。假如观念不合，好像也是蛮痛苦的。最后我自己是觉得，遇到这种留言，
你不用去回应他。那如果真的要回应，就是就处女情节去讨论就好，其实也不需要到骂他不对的程度。其中一个原因，就像刚刚上面讲的，因为这个比喻在定义的部分就已经有部分不对了，所以你去争执这件事，我是说这个比喻啊，不是说处理情节，你去争执说断尾狐狸这个比喻到底好不好，其实没有什么大意义。然后第二件事，我的看法可能就跟现在主流的女权比较不一样了。但我敢讲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你得罪男双民跟得罪女权主义，好像女权主义比较不会。还没有听完我讲就直接开骂，所以先听一下我讲什么再说。我自己看留言的风向，我是觉得现在对于像处女情节啊，或者是某一些就是有涉及歧视女生的言论，普遍的态度好像是觉得说他们会这样讲，是因为性别教育不够。那等到性别教育够了，他们就不会这样了。所以比较倾向就是会指责他们，或者期望他们改正观念，反正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在网络上讲这些东西。我觉得长远来说这样做确实是对的，就是这些观念确实是不对啦。但是以短期，就是我们台湾其实也还不是一个很平权的社会嘛。以短期的女生的利益的角度来说，其实我觉得让他们敢讲，甚至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敢表达自己是处女情节，我觉得虽然听起来可能不舒服，可是在我选择就是谈恋爱或者是交朋友的对象上，我会觉得这样对我是比较有好处的，因为我自己不想要靠近这些人。可是如果他们觉得说哦这件事变成不能讲了，那他们在社会上都不敢表达他们的想法的话，我要怎么把这些人从我的人生当中过滤出去呢？等于你还要额外的试探或是观察，不是吗？喂，我自己是觉得处女情节，它是一种三观合不合的问题，而不是说你是不是处女符不符合他的标准的问题。有一些人可能就算符合他的标准，但是我今天就是不同意处女情节啊，所以就算我是处女，我还是不想跟处女情节的男生在一起。但是我对方以后发现说，哎，这好像不政治正确，他就死都不讲，那我是不是永远就不知道这件事？或者是说，今天假如我是非处女，那今天对方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他可能觉得说，可能我自己条件也很不好啊，那我觉得有女人可以嫁给我就好了，反正我只是想要传宗接代，我只想要一个老婆啊，这老婆是谁都没有关系。然后最后等到婚姻出问题，或是他外遇了，他再来说，哦，因为你不是处女啊，所以我觉得心里有遗憾啊，我觉得怎样巴巴的，所以我外遇了，把这个当作借口。那你觉得这样有比较好吗？虽然你们婚前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吵架，可是这个最后的结局应该也不是双方想要的吧？而且即使是处女也不见得支持母猪教或是处女情节啊。就像有的女生，她就算喜欢外国人，可是如果今天这个外国人喜欢她，是因为 yellow fever 或是 Asian fever 这种，就是有点类似处女情人的观念，他不是真喜欢你这个人，我觉得也不见得所有女生都会接受。就像很多有钱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也都会装穷，因为他们不希望对方是因为钱才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意思一样，就是这个不是说你有没有达到对方条件的问题，而是这方面你们的三观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即使你们符合彼此的条件，你们在一起之后还是会有摩擦。所以我是觉得，虽然这样不太符合女权主义长期的目标，可是以短期来说，就是大家诚实的讲自己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就是应该比较能够让所有的人快速而且准确的找到三观一致的对象吧。
如果你花了时间之后才发现观念不合，就是浪费时间，而且也浪费心情啊。而且这个东西，就算真的男生把它当成一个条件，他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就是恋爱或是婚姻市场的机制。自由市场就是你出一个价，一定要有人愿意买，它才会成立。所以如果有女生条件不好，她是处女，她也不见得很受欢迎。如果男生条件不好，他却有处女情节，那可能也找不到对象啊。那这个时候就看这些人能不能自我调节，或是他们就很坚持他们的初衷，然后自己一个人过完一生这样。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不能讲的禁忌，就会变成想谈恋爱的人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互相猜忌，然后最后可能还是有一方被另一方欺骗。所以我是觉得，在处女情节这种观念完全消失之前，其实应该是把它拿出来，像是你想不想结婚，或是你想不想有小孩一样这种事情拿来讨论。那如果你早期发现观念不合，我觉得就不用花时间继续下去了。最后的最后，因为我觉得只看开头就开始酸的人，一定不会听到最后这里，所以我想要在这里做一个小预言。因为最近阿南德看太多，有点手痒。虽然我讲这个主题，我自己很确定应该是没有特别不理性的冒犯哪一方，但是这个影片假如之后不幸被母猪战士或者是处女战士发现，下面一定会刷满一整排的断尾狐狸。那假如我之后再出其他片，这些留言应该也会跟着出现。就算点阅率没有很高，一定也会有人留言的。所以我想要再重申一次，我刚才上面讲的观念，我觉得如果有人用这4个字来形容你，可以完全不用回应他。而且如果你的观念上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处女情节，不管你是不是处女，其实这些人这样子留，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很明确的切割这些人，就是跟你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如果我的人生跟他们完全是平行线的话，就是撇除他们可能有用脏话或是某一些违法字眼恶意侮辱的话，你能够完全的确定你跟一个人不会有关系，我觉得其实以人生的路上来讲，算是好事。因为我们走到一个年纪、一个阶段，你终归是要对那些没有那么好的朋友，或者是有可能是家人或是伴侣做断舍离。那如果你越早原则越明确的话，这件事情其实就越不费心力。我觉得这个应该隐约有点就是像是被讨厌的勇气的这种概念啊。反正预言这种东西就是讲好玩的，如果验证了就是爽，没有验证就打脸，就这样而已。我不知道这么简陋的影片是不是真的有人听完，如果有，那谢谢你。